在南美洲巴拉圭出生的我，从小就听着关于玻利维亚的故事。太美了啦！那些神秘的传说，那些美丽的风景，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现在来到了天堂之路，出发喽！今天真是出船的好日子，凉凉的，舒服啊！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熟悉。有点不敢摸的，好累啊！这是亲身来到这里才能体会的迷人瞬间。这不仅是一趟旅程，更像是一次与南美洲重新恋爱的机会。旁边就是悬崖啊！哇，刚刚差点滑倒。我要亲身经历这里的一切，和你讲述我与这个国家的故事。玻利维亚位于南美洲中部，属温带气候。四周被巴西、巴拉圭、阿根廷、智利和秘鲁环绕，是个融合壮丽自然景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内陆国家。玻利维亚总人口约1100万，官方语言除了西班牙语外，还有36种印第安民族语言，展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珍视与尊重。位于西部的拉巴斯，海拔约3650米，坐落在安第斯山脉间的一个山谷中，四周被高山环绕，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令人惊叹的城市景观。我现在在玻利维亚的行政首都拉巴斯。对我来说，拉巴斯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城市。走在街道上，看着他们的建筑，看着他们的人、公车，都会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住的巴拉圭。来，妈妈养在盒子里面太可爱。穆里略广场是拉巴斯的重要地标，漫步广场，欣赏殖民时期的建筑风貌，感受当地居民悠闲的生活节奏。啊，来喂鸽子了，各位！哇 ！Ben Ben Ben Palomitas。他叫我不要唱歌，说会吓跑鸽子。Ya tengo, mira。他不屑地看着我。印象深刻的是，玻利维亚人他们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友善。走在路上，只要对到眼，他们都会跟我打招呼，不管认不认识，大家都会跟你说声早安、晚安、你好。距离穆里略广场不远处，还有一条充满殖民风情的典雅街道。漫步在这里，仿佛走进欧洲小镇，两旁都是保存完好的百年建筑。玻利维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融合了印第安艾马拉原住民文化与西班牙殖民影响。虽以天主教为主，但原住民的传统信仰仍深植于日常生活。这里是鼎鼎有名的女巫市场，它不只是名字是女巫市场，它是真的有在卖一些各种神奇的巫术魔法商品。我很好奇，所以特别找了一位当地的朋友来带我认识这个神秘的女巫市场。Alberto, qué bien, bienvenido.
Tú, Luisa, sos abogada, ¿verdad? Sí. ¿Y cómo comenzaste a conocer la cultura aymara? Desde chica ya empezamos a hacer las mesas, que uno hace el ofrecimiento a la Pachamama. Las mesas pueden ser para el amor, para la prosperidad, para el trabajo, para llamar clientes. Entonces depende de lo que tú. Y ahí ha empezado un poco esa conexión espiritual. ¿Eso es de verdad? Sí, son llamitas, son fetos de llama. 走进店铺，昏暗的灯光下，弥漫着有点诡异的气息。 Uy. Aquí ya se pone interesante, ¿no, Alberto? Aquí tenemos todas las cositas que vamos a utilizar. 货架上各式各样的奇异商品，让人目不暇接。这里出售各种据说能带来好运或驱除恶灵的神秘商品，从强效草药、植物到护身符、占卜工具、神秘药水等，甚至还有…… Uy. 印第安人习俗中，这些自然流产死亡的动物胎儿，常作为祭品献给大地之母巴贾妈妈，祈求丰收与保佑。而羊驼死胎常见于重要的建筑工程中，会被埋在建筑物底下，作为一种保护性仪式。No pasa nada. No tengas miedo. 摸起来很像木头，就是觉得好毛，我一直摸这东西。这个还好，这个看起来更 El chanchito. 它好像把它当宠物一样这样摸。好，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猪的死胎，要这样，它好像在睡觉，有点被怂。Sí. 这摸到它的指甲，它的猪蹄， Eso es para la prosperidad. 所以这是要来保佑生意兴隆的。昔日的女巫市场曾是艾马拉人的灵性中心，如今却只剩零星的几家店铺仍在经营。女巫市场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神秘，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服装店啊、音乐行啊，其实不会觉得可怕，在那边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市场。Sonia 现在为我们的拍摄行程祈求好运。现在做的呢，其实是有点像是在准备一道丰盛的美食，要献给我们的大地之母。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神圣的仪式，祈求我们这趟旅程可以非常顺利的完成，可以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到家。因为我们还是会做一些非常有危险性又很惊险的一些活动。今天做完这个仪式之后，让我感觉到比较安心。Un placer conocerte. Ayaya, que te vaya Ayaya. bien. Suerte en tu viaje. Gracias. Que sea buena hora, suerte para que le vaya bien. Bueno, Ya. chao, hasta luego. Gracias. Gracias. 不同于其他国家，缆车大多用于观光。这条全长超过30公里的城市缆车系统，连接了拉巴斯与埃尔阿尔托地区，宛如一条空中的城市脉络。哦，加速了，加速！现在我坐的这个缆车呢，它不是观光用途，它是当地人的日常代步工具。从缆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拉巴斯的样貌，密密麻的房子都盖在山坡上，它被山围绕着，这个山谷之城。就像许多大城市一样，拉巴斯也面临交通拥堵问题。过去居住在海拔4100米的埃尔阿尔托居民，每天往返拉巴斯通勤是一场漫长且颠簸的旅程。当初为什么会盖缆车而不是坐地铁呢？是因为这边的地形很复杂，地底下面有很多河流会穿过，所以最后呢，决定要坐缆车作为他们的代步工具。2014年，城市缆车投入营运后，居民通勤时间大幅缩短，每天都能一边轻松搭乘缆车上下班，一边俯瞰壮丽的安第斯山脉。
在拉巴斯乘坐缆车，轻松饱览城市风光，绝对是游人来到拉巴斯不可错过的体验。常年积雪的伊伊马尼峰，海拔6438米，是玻利维亚第2高峰，也是拉巴斯的象征。拉巴斯不愧是海拔最高的城市，在这里啊，我一直觉得我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走几步路就会开始喘，这样比较长的话也会开始喘。高海拔的城市充满凉意，壮丽的雪山时刻提醒着我，稀薄的空气让这里的每一口呼吸都显得格外珍贵。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亮起时，从高处俯瞰整座城市，层层叠叠的红砖房，错落分布在山谷与陡坡间，在壮阔的伊伊马尼峰的衬托下，为这座城市勾勒出一幅温柔动人的画卷。我来到了南美洲玻利维亚的女巫市场。有点不敢摸的。透过女巫仪式，祈愿旅途平安，感受大地之母的祝福。在拉巴斯有个地方不需要火箭就能带你登陆月球。如果你曾经好奇过月亮上面长什么样子的话，那么或许拉巴斯的月亮谷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因为据说这里是由阿姆斯壮他认证过，这里的景象和月球的很像。距离拉巴斯约10公里的月亮谷是一处受保护的地质区。从这里发现的多种海洋生物化石来看，月亮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海底。这些纹路都是要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我们才看得到。月亮谷内的地貌由坚硬的粘土和砂岩构成。在时光、雨水和风的打磨和侵蚀下，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塑造了独特的尖顶与岩层，形成一片独特的奇景。月亮谷有着完善的步道，游客可以悠闲地漫步参观，整圈大约1个小时就能走完。我觉得我站在外星球上面，标志上写着 El Buen Abuelo。是好爷爷的意思。每个岩层形态各异，许多还有名字，比如著名的好爷爷、不是戴帽子的老人。不过，这似乎需要一些想象力，才能领略他们的独特魅力。我还真的看不出他为什么会像爷爷。我觉得他就是戴着帽子的一头熊啊，是不是因为它下面有那个有胡子啊 ？Hola abuelo, ¿cómo estás？ 哎，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吹笛子？是我的幻觉吗？他就在站在那边高点处，好惬意哦。他在跟我打招呼。好，我们去找他。就在那边。¡Uy! ¡Qué buena canción! Muchas gracias. Hola, hola. ¿Cómo estás? Soy Alberto. Alberto, soy Alejandro. Alejandro, ¿qué tal? ¿Por qué estás tocando aquí la música?
Bueno, es un lugar muy lindo, muy hermoso que te llena de energía, ¿no? Y sí es lo que se necesita para hacer nuestra música. 南美洲安第斯地区的传统竖笛被称为 Quena 盖纳笛，一般为竹制或木质，前6孔，后1孔，共7个音孔。¿Cómo tocas? A ver un poco. Wow. ¿Me puedes enseñar cómo usar este instrumento? Claro que sí. Lo más importante es cerrar los labios lo más que se pueda. Dejar un pequeño orificio, ¿no? Al borde de los labios. 他做起来怎么这么简单？他说要用感情，要从你深层的这样把你的气吹出去。哎，慢慢找到感觉喽，然后找一下感觉。啊，我知道了，我为什么吹不出来？是因为我没有穿他的斗篷啊！真的有个斗篷哎，穿上斗篷没有借口吹不出来了。来感受一下大地，感受一下月亮谷，请赐给我力量吧。好，我放弃。Desisto。También tenemos otro instrumento más.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乐器，让我试试看。南美洲传统排笛 C 鼓由2排长短不一的竹管组成，能吹奏出富有层次感的旋律。刚刚这样一个管子我都吹不起来了，现在这么多管子，我们哪会吹啊？哎，这个 de verdad puedo conseguir es más fácil。Bueno, tiene su nivel de dificultad, pero es un poco más sencillo que salga el sonido, porque esto está tapado, ¿no? ¿Acá? Sí, sí. 嘿，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Ahora, lo importante, deja tu imaginación y que se escuche el sonido del viento. C 鼓的演奏方式被称为交互吹奏，传统上需要2名演奏者分别吹奏交错的音管，形成对话般的旋律。在吹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就是去感受跟风的互动，跟大地的互动，那个感觉真的好奇妙，我应该没办法再重现。刚刚有这种沉醉在大自然的感觉里面呢，好陶醉哦。当我吹完一个音乐的时候，他说：“你刚刚是有一种掏心掏肺在表现你的感受，我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好想落泪，非常的感动。我不是要管它好不好听，我要做的事情是感受我现在的心情。在幽静的月亮谷中，听着悠扬的旋律，仿佛是一场天地之间的对话。就在这一刻，我学会了什么叫用心去感受。我不再只是一个匆匆而过的旅人，不仅看见了壮丽的月亮谷，也听见了它的灵魂。这条公路有个吓人的名字，叫做死亡之路。旁边就是悬崖，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颠簸。啊！哇！刚刚差点滑倒，啊，好惊险哦！我在全神贯注的一直在看路，一直在看路。死亡之路，我来征服你啦！啊！我来到了南美洲玻利维亚，站在拉巴斯的月亮谷，感受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纹路都是要经过长期的风吹雨打，我们才看得到。我被山谷间的悠扬旋律吸引。有人在吹笛子，他就要站在那边高点处，好惬意哦。
好，我们去找他。在吹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就是感受跟大地的互动，那个感觉真的好奇妙。在拉巴斯郊外的群山间，有一条蜿蜒而下的山路，等着我去挑战。这条狭窄崎岖的山路，一侧是陡峭山壁，另一侧是万丈深渊，海拔落差超过3000公尺。过去这里交通事故频发，因此被当地人冠上“死亡之路”的名号。我来到了安第斯山脉的边缘，我现在在海拔4700公尺高的地方。你看这些蜿蜒的道路，我等一下就要骑着单车从这个高度一路下降到1200公尺。光是用想的，我心跳就在加快了。祝福我吧，让我顺利抵达终点。昨天在女巫市场准备的供桌，此刻也献给大地之母，祈愿旅途平安。每个仪式的作用，其实都是在让我们可以感到更安心，让一些紧张的一些心情啊，都可以慢慢的平静下来。出发之前要先来换装。骑个单车需要戴这种全罩式的安全帽，就知道有多危险了吧？其实我不是常骑单车的人呢，就要马上来挑战死亡之路。听得到我心跳声吗？导演，我突然肚子不舒服了，可能今天没办法。道路险峻，向导巴曼出发前再三叮嘱：这趟旅程最重要的3个原则：双手踩刹车；第二个，靠路的右边走；第3个，要注意我们巴曼的手势，慢下来，快快快，停住，到终点之后，喝酒啦，庆祝 ！Let's go！带着些许忐忑的心情，我还是得硬着头皮出发了。死亡之路，我来征服你啦！这条古老山路曾是玻利维亚的主要交通干道之一，一直到更安全的3号公路建成后，死亡之路才逐渐成为了单车爱好者的骑行天堂。今天我们从海拔4700米的拉昆布雷山口出发，前20公里较为轻松，沿着3号公路行进。死亡之路，光是听这个名字就会让人家觉得紧张。一开始的20公里，哇，非常的舒服，很像是滑翔的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个甜蜜期。这段路平稳缓和，坡度不大，随时还可以沿途停下欣赏壮丽风景。这一趟旅程的甜蜜期已经结束了，真正的死亡之路从这里开始。看一下 ，Death Row Bolivia。我心跳又开始加快了，怎么办？刚刚其实很享受，现在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紧张，感觉这一趟会是非常刺激的一趟旅程。操！啊！哇！刚刚差点滑倒，好惊险哦！平坦的旅程之后，马上就来到死亡之路。前路坡度陡峭，路面满是碎石，
我得要穿越热带雨林、瀑布和挑战性弯道，骑行的挑战才正式开始。雾特别大，前面的路能见度很低，我其实完全没办法看左右的风景，我真的很专心的看我的前面的路，没办法真的享受当下，我真的全神贯注的一直在看路，一直在看路，我手抓刹车抓得非常紧，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肩膀都好硬。它那个速度非常的快，根本没有平顺的时候，你就是一直颠簸，一直跳。我一直觉得我骑在那个弹跳床上面。死亡之路的旁边其实就是悬崖，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护栏，有护栏的地方就代表那边经常发生意外。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颠簸。死亡之路全是下坡路，从高山一路冲到丛林。由于速度很快，稍不留神就可能摔车掉进左边的悬崖。我得全神贯注，控制好速度和平衡。我不知道从画面上面现在的速度有多快。哎呦，我一直觉得我快滑倒了啦。你不能松懈。只要我每次开始学的我好像习惯了，马上就突然要滑下，很多有惊无险的时刻，好像慢慢抓到骑单车的节奏了。前面有好漂亮的瀑布，是整段路程最漂亮，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因为瀑布让地变得很湿滑，被瀑布淋到的感觉蛮舒服的。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骑乘，我终于来到了观景点，可以稍作休息，欣赏美丽的风景。从这边看得到之前摔过的车子，看得到吗？在那边。我现在在死亡之路的瀑布区，是不是很美？它是水这种喷下来的感觉。Vamos！ 最后6公里 ，Come on！虽然眼前的路如同有无止境的挑战，但每一次的艰难跨越都让我更接近终点，也让我内心更加坚定。抵达终点的成就感，像是释放了所有压力，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喜悦。我到了！我四肢健全的来到了终点，我的妈呀，我哭了啦！很多时候我都想要放弃，然后我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来挑战这个东西啊？我可以下来用走路的嘛。但是心里又想说，不行，我已经在骑车了，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抵达终点。抵达终点的时候，那个成就感，那个满足感是非常大的。我在骑单车的时候想到了一件事情是，死亡之路其实就跟人生一样，有时候很平顺，有时候很颠簸。但不论如何，我们都是继续往前进。死亡之路，征服你啦Bro, do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 ！4 No, beer o'clock. Beer o'clock， Papito, no, 庆祝时间啦！死亡之路，我来征服你啦！我来到南美洲玻利维亚，挑战难度极大的骑行路线。很多时候我都想要放弃，然后我心里想说，我为什么要来挑战这个东西啊？我可以下来用走路的嘛。哎呦，我一直觉得我快滑倒了啦。离开了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我朝着南美洲最大的高原湖泊迪迪卡卡湖前进。位于迪迪卡卡湖湖畔的华塔哈塔村，距离拉巴斯约1小时半车程。这里是乌鲁斯族的聚落之一，至今仍保留着深厚的文化传统。
这里是鼎鼎有名的 Lago Titicaca， 我现在在一个小村庄，叫做瓦达哈达。这里的居民世代相传着芦苇船建造技艺，今天就让我们深入了解吧。Hola, buen día. ¿Cómo está? Todo bien. ¿Este es tu taller? Sí, este es mi taller. Pico, antes era así con vela de Totora, la balsa. 这边是 Porfirio 经营的一个小商店，我们可以买到一些纪念品带回去。Porfirio 的工作坊里陈列着他亲手编织的芦苇船，还有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篮子、帽子等，展示了芦苇编织的多样性。一看就知道这是驼羊鸭嘛，好大只哦！哎，真的哎，好稳哦，可以证明说芦苇有多坚固了。哎，这个啦，这个好想带回去哦，这应该可以带回去吧？Eso ya no se puede subir。我在想，啊，奇怪，这是 Porfirio 的儿子 Kedan， 你看他，好可爱哦！我在你旁边，啊，妈妈这里 ，vamos。每一件作品都蕴藏着代代相传的智慧和记忆。这项技艺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象征。Porfirio 从8岁开始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芦苇造船。Siempre ayudaba a mi papá。啊。Porfirio 说要用他做的芦苇船带我去参观他小时候住过的芦苇浮岛。哦，下面都是泥巴地，很难推耶。啊！没想到出师不利，由于岸边水位还不够高，所以无法使用马达推动船身，得仰赖强壮的手臂。我这一趟来玻利维亚，应该瘦了不少。每个活动都是需要这么的耗体力的。哎，有，船在动了，船在动了。终于，在我用尽了9牛2虎之力之后，得以顺利出发。出发喽！蒂蒂卡卡湖位于玻利维亚西部与秘鲁东南部之间。这片湖泊位于安第斯山脉的心脏地带，海拔超过3800公尺，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可航行湖泊，面积约为8372平方公里。哇，真的好大，不愧是南美洲最大面积的淡水湖。辽阔而清澈的湖水，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周围壮丽的自然景色。Porfirio 14岁，他就可以做出这么大艘船 ，impresionante。在前往芦苇浮岛的航程中 ，Porfirio 与我分享了建造芦苇船的挑战。造船最难的地方是要做出这些弧度。他说他们不是靠数学，他们是靠身体。他们一捆的芦苇就是这么大，他们知道要用多少的芦苇，用什么角度，都是用体感去感觉要怎么样才能编织出这种弯度。芦苇船上面这头很像龙头，但它其实是豹的头。Lago Titicaca 的弟弟，它就是豹的意思，因为从上空中看，整条湖的形状看起来像是一只在跑的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芦苇船都会有一只豹头。因阳光和雨水的侵蚀，芦苇会老化，导致船只脆弱。一般芦苇船的平均寿命约为1年半。以前整艘船是没有任何一个钉子，船都是用芦苇制造的。现在为了游客的安全，才加装了这些护栏。
我太会选时间了，今天真是出船的好日子，没有太阳，凉凉的，舒服啊！已经忘记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去看福岛了，已经太享受这趟旅程了。出发了，出发喽！我来到南美洲玻利维亚最大的淡水湖，今天真是出船的好日子，没有太阳，凉凉的，舒服啊！大约2小时的航程后，芦苇福岛缓缓映入眼帘。快到了，快到了，各位！漂浮岛在那边，看起来很像是在陆地上，但它其实是个漂浮岛。由于还不是雨季，湖水尚未上涨，福岛近浮水面，仿佛等待季节的召唤。这湖水好清澈哦。这里曾是乌鲁斯族人的家园，他们用湖水孕育的芦苇搭建起生活的每一寸空间，传承着千百年来与自然共生的故事。不过，随着现代化进程，为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玻利维亚的乌鲁斯族大多已搬迁到湖畔城镇。到福岛了，踩在上面才会感觉到它没那么扎实。这个芦苇福岛如今已经变成 Porfirio 在湖上临时的休息站，偶尔也会带游客前来参观，赚取收入。我现在站的这个芦苇岛，它不是人工做的，它是天然的，主要都是芦苇的根会在下面缠绕在一起，然后形成这座小岛。我们什么混斗？好可爱哦！整座岛呢有1公尺深。Porfirio 带我参观这片漂浮的芦苇岛，岛上的房屋也是由芦苇编织而成。这座岛呢，以前就有3个家庭住在这里，有一些房间是厨房，有些是厕所。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每个小房子其实只能住3个人，然后还有他们用芦苇做的椅子，但这芦苇比较粗哎。Eso más por eso para esto hay que elegir totoras gruesas como es para trenzar。原来芦苇有不同的粗度。机会难得，我又怎能错过拜师学艺的机会呢？哇，完成了！今年最流行的芦苇手环。我们来参观一下人家的洗手间。啊，现代化了啦，已经有马桶。我还以为他们会用这个芦苇做的马桶，很好奇，但其实就是很现代化的厕所了。曾经这里燃起过3户人家的炊烟，承载过他们的梦想与日常。古人的智慧真的太让人觉得崇拜了，用现有的资源可以盖房子、盖船，甚至还可以吃。Cocinar, puedes probar ahorita, se saca, mira así, vas a pelar, se pela。蛮好吃的，好想加蜂蜜哦。吃到后来会觉得有点淡淡的甜味，很适合拿来当点心吃。Porfirio 这手很巧，好像有魔术，吹搓就有一个很好看的芦苇项链、芦苇手环。离开福岛，我们回到 Porfirio 的湖畔的家，妻子 Lucy 已经在为我们准备她最拿手的传统鲜鱼汤料理。最特别的是卡拉奇鱼，是迪迪卡卡湖的特有物种。热腾腾的汤，这碗瓦拉克鱼汤是用安第斯特有的冻干马铃薯及香料一同烹煮而成。
Y esto es un... Este es papa, ¿no ve? Y hacemos congelar, y secamos y se vuelve chulo. Oh. En invierno colocamos al frío, en la noche. Hemos colocado 我们来试试看什么叫做 Junior 呢 ？Junior 的味道如何？很像石头的味道，吃起来沙沙的。他说用手吃比较好吃，入境随俗。好鲜哦，很好吃哦。这个汤非常的鲜，鱼煮的这么的嫩，如己的得意作品。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 ，Porfirio 也把芦苇编织技艺传授给了儿子。Que hace balsas y azucarcitas ya hacen ya. 所以他们会代代相传他们这个古老的工艺，希望他们不要流失掉。你就是注定要当造船师啦。他听得懂哎。芦苇编织不仅是一项源远流长的传统技艺，更是乌鲁斯族祖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透过每次的旅行，我最希望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每一次的旅行最想要碰触的一个环节。在玻利维亚，我看到了他们对于生活的乐观，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还是很认真的生活。这趟旅程除了看到不同的世界，也会看到不同的自己，碰到不同的人，会带你看到不同的面向，或者会让你有一些不同的启发。极境之旅。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太美了啦！终于，我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天空之境。他们说天空之境是你一生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经过死亡之路，现在来到了天堂之路。盐之迷宫，整座迷宫是用7万块盐砖造成的。仙人掌每一年只能长1公分，像这个有10米高，应该是1000年仙人掌了吧？这些招式的危险性其实是很高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一个手没有抓好，那是会死人的。我死了，我不行了。